欧啦啦，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镜像宇宙。说到镜子呢，似乎在我们现代的生活中几乎是随处可见的。但是呢，在现代科学中呢，镜子的应用也是十分广泛的。当两面镜子相对放置的时候呢，物体的图像呢，在两面镜子之间是无限反射的，就会形成无限深的一个图像，看起来呢，就像是无数个一模一样的物体的出现了。而每一次的反射呢，都会使图像呢渐渐的缩小，而导致无限个多的缩小的图像。镜中镜反射呢，可能会导致图像颠倒或者是旋转，增加视觉的复杂性。随着反射次数的增加呢，图像会变得渐渐模糊和失真。这种无限镜像的效果就会让人感到自然界的奥妙和无穷的创意了。也有人说镜子其实是连接异次元空间或者是平行世界的一个通道。当两面镜子对着放置的时候可能就会无意中打开三维空间和其他空间的连接通道，也有可能会看到一些不可思议的画面等等。那这个常见的现象呢，是不是像传言中说的这么神秘呢？如果两面镜子对着放置的话，究竟会发生什么呢？人们对镜子着迷的原因有很多。在很久以前呢，当镜子不存在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自己的脸是什么样子的。除了在水面上流动转瞬即逝的倒影呢，很快呢，在伊特鲁亚、古埃及以及古希腊的文明中呢，人们已经就开始对银和铜等金属器进行打磨抛光而制成了镜子。此外呢，这些物体还有一个奇怪的特性呢，那就是在我们所处的三维空间中开辟出了一个新的空间，似乎呢，它像是一扇门，能够让我们进入一间完全相同的另一个世界，也就是所谓的镜面世界。另外呢，镜子也能够让空间显得更为的宽敞。这种特性呢，使它在小的房间的时代呢，非常的有用。镜子的性质呢，是它经常被认为具有神奇的特性。例如呢，有些电影中或者传说中就说吸血鬼是看不到镜子中自己的。濒死者的灵魂呢，也会被困在镜子里的另一面。在白雪公主的故事中呢，邪恶的巫婆每时每刻呢，都要求魔镜告诉自己谁才是国王中最美丽的人。当他听到白雪公主的美貌在自己之上的时候，就会勃然大怒嘛。还有人说呢，破碎的镜子会给人带来7年之久的厄运。但是你得知道这纯粹都是迷信嘛，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而镜子有光滑的表面，并且能够按照光学的定律来反射光线。大多数的物体呢，都能够被反射光线，因此我们才能够看到它们而它们在我们眼中的颜色呢，也取决于这种反射。所谓的黑体呢，是个例外，因为它能够吸收所有的光线，不会有任何的反射。举例来说呢，就是绿色的苹果呢，会吸收掉除了绿色以外的所有颜色的可见光，而绿色光线呢，则会通过反射呢，到达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大脑认为苹果的颜色是绿色的。因此我们总是说物体是所有的颜色，除了我们能看到的呢，因为呢，这就是它唯一反射的颜色。然而当我们看见很多物体比如说苹果、窗帘甚至是木板时就不会产生照镜子时候的那种感觉，也不会觉得我们自己反映在了这些物体当中。那这是为什么呢？当光线照在苹果等普通物体时呢，会无规则的反射向四周，也就是所谓的暗反射。这是由于这些物体的表面并不规则的光线呢，无法有秩序的反射，只能向不同的方向呢弥漫射出。因此镜子的表面呢，已经打磨光滑的十分规则了，就能够使入射角相同的角度有序的来射出，因此就会形成我们面前的物体的镜像画面。而这一入射的反射定律呢，被称为斯涅尔定律。那镜子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呢？由于镜面的镀层颜色呢，镜子一般会呈现出银色。然而镜子其实是呈现的是它所有折射物体的颜色。如果把镜子放在一面黄色的墙前面呢，它就会是黄色的。如果把镜子照向天空呢，它就是蓝色的。如果把镜子对着我们的脸呢，它就是我们面孔的颜色。白色物体的特征呢，在于它会反射所有的颜色嘛，虽然是以慢反射的方式。这也就是为什么天文学家费尔普莱特呢，将镜子描述为智能的白色，也就是说它能像白色一样反射一切光线来产生图像，但是确实以有序和非慢反射的方式。无论如何呢，我们得承认镜子并不完美，它总是吸收它们接收到的小部分的光线而反射其余的光。我们的眼睛往往不会太注意这个微妙的现象，但是科学家呢，已经研究了镜子和所反射的电磁波谱，还发现了由于镜子通常由玻璃和金属组成的，因此波长510纳米左右的光线呢，最容易被镜子反射。而人类的大脑呢，会将这个波长感知为绿色，因此可以说镜子有一种轻微的绿色色调。当我们把两面镜子对着放置的时候，
这中间就会产生一种能够无限反射的奇怪隧道。因此有人就说呢，两面镜子之间呢便是无限的。当你处于两面镜子中间的时候呢，请注意观察镜子隧道呢越往深处，其实绿色也就越明显。这就是因为绿色不断的吸收非绿光线嘛，最后便使得绿色呢越发的明显。就是在两个镜子中间呢，会形成一个看起来表面积无限大，但是体积呢有限的一个三维形状。简单来说呢，这就是一个喇叭形状的物体，而喇叭口呢就是靠近镜子表面的部分，越往深处呢开口越小，但是却是无限延伸下去的。这个物体呢，最早是由意大利的数学家埃万杰利斯塔·托里拆利提出的，所以也叫托里拆利小号。看起来这个推论的描述呢是非常正确的呀。当两面镜子正对放的时候呢，镜子里面呈现的图像呢就是一层一层的，似乎就形成了一个无穷远的一个通道。那镜子里的通道理论上呢是无限延伸的，并且是没有尽头的。那么既然没有尽头啊，为什么看起来镜子的反射的图像越往深就越黑呢？而到最后是漆黑一片的呀，完全就看不到里面任何东西。首先呢，就是人类没有办法制造出完全平行的两面镜子。以人类目前的技术呢，两面看起来非常平行的镜子其实仍旧也是有细微的误差的。这也就造成了最终呢，光线一定会反射到这两面镜子的外面去。就连科学家自己都承认以目前的科技水平呢，是无法创造出两个100%平行镜子的。所以更不用说光在传递的过程中呢，能量也会衰减的问题。不管人类怎么努力呢，目前的现实就是人类实现不了真正的无限镜像。实际上呢，人类目前在很多的科学实验上呢，也都是这种类似于无限接近的状态。这就像是冥冥之中有一个看不见的力量而划定了界限，让人类呢无法突破对于宇宙更进一步的理解。所以我们再结合这个无限镜像的本身来猜想呢，很多人其实已经开始觉得了这个世界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有些人甚至觉得我们这个世界或是整个宇宙都有可能是虚拟出来的。那量子力学就认为这个世界呢，在不被我们观察之前呢，是处于一种模糊不确定的状态的。而这种不确定性的状态呢，分布的概率是由波的函数来决定的。一个高考的考生具体的考分呢，是由考生水平的发挥的概率，以及阅卷老师对于试卷的观察，是由双重来决定的。那物理学家费曼给出了这个世界上另外一种解释呢，就是他认为组成了我们这个世界上无数的基本粒子呢，实际上是在空中乱飞的。换句话说，就是太阳光发射出来的光子呢，并不是走直线的，它运动的轨迹呢，是包含在整个宇宙空间的任何一条轨道上的。但是呢，最终确定的只有一条道，而这一条道呢，是由最小作用量的原理来决定的。那最小作用量原理呢，有的时候又被称为平稳作用量原理，是古希腊哲学家最先提出的一条哲学法则。里面就说，既然微观粒子的运行路线是随机的和不确定的，那么这个世界的确定性是怎么被体现出来的呢？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就是被观察的物体呢，在不断的被观察之前呢，是随机的和波动的。所以观察这个物体的体系也可以被认为是随机波动的。在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相互作用之前呢，是没有办法确定自己身份的。只有他们相互作用才可以确定自己的身份。也就是说，当彼此的身份一旦被确定了，随机化就会退化为确定化。所以我们的世界呢，是需要相互印证的。比如一对情侣只有双方同时承认对方的身份呢，情侣关系才有效嘛。在电子双缝干涉实验中呢，观察并没有改变电子任何的运动规律，也没有引起波的函数的溃缩，观测只确定了观测系统和电子相遇的一个位置而已。所以可以认为我们这个世界是同时存在于空间的各个可能性上的。这就像是在一个房间中四面八方都存在着镜子，我们在任何一个方向上都可以看到镜中的物体。那这个物体呢，最后存在于房间中的位置呢，是由我们最后寻找到它的位置来决定的。这就是量子力学中的无限镜像宇宙，也可以认为是平行宇宙中的一个版本。按照大科学家波尔的看法呢，我们只能够看到这个世界的现象。在微观世界里呢，一个光子可以瞬间充满整个宇宙，而看起来呢，充满整个宇宙的光子实际上只有一个。这并不是光子具有自我复制的能力，而是在微观世界里呢，光子以及类光子的粒子呢，都具有无时空镜像效应。所谓的无时空镜像效应呢，就是指光子或者是类光子的粒子呢，在运动无视时间和空间存在与否，可以瞬间抵达宇宙的任何一个地方。因为对于微观粒子的时间空间呢，有和无都是一样的，所以空间也就等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正因如此呢，一个光子或者是类光子看起来呢，好像存在于任何一个地方，
仿佛有无数个镜像充满了整个宇宙。正因为光子在微观世界里具有无时空镜像效应的特点，而无视空间的存在，才会使得单粒子双缝干涉实验中电子一个一个的发出，仍然可以在屏幕上形成干涉条纹。因为一个电子无处不在，漫步于所有的维度空间之中。再比如呢，延迟选择实验，之所以在光子选择好了路径后再插入第二块透镜呢，光子反而看起来好像又退回去了，重新进行了路径的选择，仿佛时间倒流似的。正是因为光子无视时间的存在，可以随时选择自己的时间变化最佳的一个路径，所以在光子选择好了路径后再插入第二块透镜呢，光子照样可以进行最佳路线的选择，视时间于虚设。而宏观世界呢，是由微观世界构成的，那么微观世界仿佛宏观世界的一个缩影，而宏观世界又犹如微观世界的放大，它们之间的关系呢，就如同量子般的纠缠，永远处于一个纠缠态。在微观世界中一切皆有可能，定律呢也就同样适用于宏观世界，因为万事万物皆离不开微观世界里的光子以及类光子的作用。在时间上延迟的过程呢，也就等于空间的拓展的过程。那空间呢，是承载事物的容器，也是相当于促使事件演变过程的培育容器。在宇宙学当中有一个平行宇宙理论的产生是由于广义相对论有一个缺陷，因为广义相对论描述的是宇宙大爆炸，描述物质分布在大尺度上是不均匀的，这和天文学观测的数据是不相符的，相差达到10的6次方倍。广义相对论描述的正是正常意义上的爆炸，在离爆炸点越远的地方呢，爆炸的碎片会越少，那物质分布越稀疏。离爆炸点中心越近的地方呢，爆炸的碎片会越多，物质分布越密。实际上呢，宇宙在大尺度上任何一个地方的物质分布都是非常均匀的。这就说明我们的宇宙爆炸最初的那一瞬间肯定发生了超乎寻常的事件，使得物质在整个宇宙的空间的密度分布表现出了一种均匀的状态。科学家们就发展出一种被称为暴胀理论的大爆炸学说，里面就说宇宙最初的那一瞬间空间的膨胀速度远远超过光速，达到了光速的30几次方。我们知道宇宙之间是存在着4大基础作用力的，有电磁力、强互作用力、弱互作用力和万有引力。根据规范场理论呢，这些力的传播呢都是由媒介子引起的，所有的媒介子的传播速度呢都不能超过光速。虽然还没有发现所谓的引力子，但是对于引力波测量的结果和广义相对论的预言呢，都认为引力的传播速度就是光速。宇宙大爆炸之初呢，超光速膨胀的结果呢，让物质之间的联系被割裂。这些被割裂的物质呢，分布在无数个独立的空间之中。那每一个独立的空间会演变成一个独立的宇宙。所以平行宇宙的概念呢，就是有无数个极端相似的宇宙必然有很多宇宙与我们现实的这个宇宙完全相同。按照量子力学的观点呢，两个完全相同的宇宙是不可以分别彼此的。当两个宇宙完全相同的时候，一个人可以同时存在于2个宇宙中。那2个类似的宇宙可以在状态完全相同的时候呢重合，又可以在状态稍微有不同的时候分离。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呢，我们就会发现以下的现象。比如和别人一起经历过的一件事情呢，我们自己的印象深刻，而别人对此呢却毫无印象。正是因为有了平行宇宙和无限镜像宇宙的存在呢，我们这个世界才变成了既有确定性又有随机性，甚至有可能呢有相互穿越的意外会发生哦。哦啦啦，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更多的内容哦。